我继续探索老挝，发现总会碰到同一个人。这次我带着日本大学生走过崎岖的山路，探索了关西瀑布，摸了大象，访问了稻田，参观了古法造纸，研究了织布，也了解到老挝人很难走出山区的原因。你知道是为什么吗？首先跟大家介绍一下这位日本大学生。私の名前は山口正人です。19歳です。で、今は大阪大学に通っています。で、好きなことはサッカーを見ることです。Yeah. 私は神戸に住んでいます。よろしくお願いします。OK。正好他是日本人，那就少不了我的经典问题：日本和英国现在哪个面积大 Japan and the UK. Maybe UK. 答错啊！你看日本大学生都会弄错。其实英国本土面积一直不大，只不过由于当年殖民地的影响，直到现在还有很多人在感官上觉得它应该很大。这个山口小伙子刚到老挝也不熟悉，为了腰子安全，他加入了我的探索路线。今天我会带着他一起逛朗布拉邦，放心，我非常的可靠。由于出了街区就是山路，我们拼了个本地团解决车的问题。小兄弟也是非常的开心。来看看老挝这个路，哦哟，有的人喜欢租摩托车，我不建议啊。先不说安全问题，单路上这尘土飞扬就很难受了，一路骑一路得吃灰。很多灰，发现没有？像这种过桥会车，需要轮流停下来让对面先过，否则无法通行。对了，现在是上学的时间，山口君才大2，为什么不上学还在旅行？他请了1个学期的假，要完成自己环游世界的梦想，家里人支持，学校也支持。为什么？后面慢慢讲。我们现在去关西瀑布，听说是3级瀑布，有几十个天然水池，水是梦幻的蓝绿色，特别的漂亮。前面应该就可以看到。哎，是不是哪里不对？这水也不蓝绿啊！原来现在是雨季，发大水了，桥都冲烂了好几回。像这种情况，国内景区肯定是禁止游客前往的。老挝不会，买了票随便来，回不回得去就要看运气了。这条路已经过不去了，木板路很滑，还是有点危险。希望我们回来的时候桥别被淹了，否则就只能在山上过夜。平常这里只是小溪，现在有点夸张。可这样的水况，我竟然发现有2个老外游泳刚上来。No, I can't. I can't. Yeah. Because if you go too far away, the current is strong. But here it's okay. You ready to try it? Yeah. Okay. You can stand most places. 他们说这里游很棒。哎呦，你们敢下去吗？ You can swim here if you want. 开个玩笑，把人领过来还得安全送回去，还是不冒险了。然后随处都有这种蜘蛛，你们看有没有毒？要小心啊！它会瀑布的下游，主瀑布的侧面，走过去看一看，感觉还行。有人帮忙拍照，还是很好的。旁边有个登山梯，还能往上面爬。我们继续说。山口君就读的是大阪大学，按他的话说，在日本排名第3，不错的学校。他学的法律专业，第1学年成绩还挺靠前。他对这个世界很好奇，想看一看，再决定今后的路。于是向父母提出用1学期的时间环游40个国家，获得了父母的支持。学校也同意了他的请假，但要参加期末的测试，合格即可。于是山口白天游玩，晚上还要抽空看网课学习。好在法律专业不需要学高数那些高难度的科目，大家觉得这样的方式怎么样？19岁独自到东南亚的金三角地区也挺练胆。不过他的护照通行上较为便利，绝大部分国家给予免签，不只是省钱，还节省大量的时间。如果去哪里都要等签证，5个月还怎么走完40个国家？山顶还有一个收费的塔，3万吉普，上去看看。上面有个咖啡厅，风景就是一片青山，没啥好看。老外在这里聊天。有个吊桥，走起来摇摇晃晃的。亚洲游客大多选择不上来，上面都是西方游客，可能喜好不同。休息2分钟，走人。接着我们去农村的稻田，城市带着闷，跟我来农村。还挺好看的。在稻田里面搭个木桥供游客参观。大家觉得这是农民种的真实水稻，还是商家搞的观赏稻？在附近搜寻一下，
发现一个奇怪的果子，这是啥？长在树根，树叶是这样的，感觉是山竹，为啥果实在下面？中午太晒，去找点吃的。我以为附近应该是农家乐一样的馆子，没想到有这么现代化的咖啡厅。这是老挝人开的店吗？里面有个餐厅，不过就算老板是外国人，也给本地村民提供了一些工作。这里有冷气，环境比外面好太多，也算是件好事。这看起来还不错啊，我们请旁边北京的小伙子帮忙拍一下。他的运镜很棒，这大落地窗，试想你坐在这里，一边享受冷气，一边欣赏田园风光，置身在一片稻田之中。午餐比较简单，既然是咖啡厅，那这一杯就是他们的招牌稻田咖啡，味道还是不错的。那么开动吧。这里我注意到一个细节，山口小兄弟在我们这桌吃的最干净。看一下人家的盘子，好光盘。古有云，那个一粥一饭，当思来处不易。也有人认为那是过去生产力不足，现在时代变了，就不必太纠结。不知道你怎么看？接着去看大象，这也是山口君最喜欢的部分。平时在动物园看大象要隔得远远的，这里可以近距离摸，但这安全吗？一点也不安全。当大象转头朝你走过来那一刹那，哇，那种压迫感，这是可以秒掉狮子的巨兽啊！如果它发脾气，一鼻子能把我抽上天，这小小的围栏根本挡不住。大象其实很聪明，白摸只能摸一次，第二次就他不给我摸，要给他吃的。我们再试一次，第一次可以摸，然后没吃的就走了。这是象妈妈和小象，喂了它东西就可以随便摸了。来摸一下，这皮肤好粗糙。哎呦，这象妈妈的眼神不对啊，没喂东西感觉它会抽我。走了走了。水牛冰淇淋，孤独的树我就一笔带过了。我们继续去参观老挝的造纸术和织布，来看看这个纸是怎么造的。首先原料是这种竖条一样的东西，放进水里泡5到6个小时，泡烂再用手这样均匀搅拌，得到木浆。这个不戴手套会不会对手有伤害啊？然后捞出来这一坨，再放进滤网，加入花瓣，晒干就是花瓣纸了。右边有成品，是真的花瓣啊，纯天然纯手工，没有化学物品。这边可以看到一些制作的东西，像这个扇子，4万基普，13.2块，价格不贵，就是非常的粗糙，感觉没有什么收藏的价值。这边还有一些画，也是手工绘制。跟着来看织布，这个织布机和我们过去使用的应该差不多，手脚并用。可现在2025年了，这种技术的意义何在？是做给游客看的吗？不是，他们真的在生产。答案就在这边，这就是他们做的布，并不是做衣服，而是做那种类似中亚地区的挂毯。这不便宜啊，标价100万基普就是330块。这种手工制作的挂布有一定的市场需求，所以这个加工坊能保存下来，顺便给游客参观。任何不可思议现象背后必有逻辑，这也是我的探索乐趣。回市区休整一下。琅勃拉邦的街区非常小，只要是游客就会反复碰到，比如这一位，看看我们能碰到多少次，不用打招呼。接下来我们要去市区的山顶，看整个城市的全貌。众所周知，4段舞者不喜欢爬山，不要咬我。竟然还要买票，10块钱。路上碰到很多韩国人，我感觉这次来老挝看到的1/3的游客都是韩国人，为什么？你知道吗？山顶有个小庙，本地人在朝拜，老外在这边排排坐看日落。这个时候我差不多走了3万步，也是累得够呛。大家注意前面这位换了衣服，你们还认得吗？这地方就这么小，游客能去的地方有限，哪哪都能碰到。Not OK。 19岁的小伙子体力就是好。这边几位是山口君的日本老乡，他很快和其中几个打成一片，非常开心。今天这个天气，我完全看不到日落。看看城市全景，更像是一个漂亮的小村镇，依旧是被群山环绕，风景优美。但这也是困扰老挝人的大问题，全是山区，难以建立有规模的城市，经济发展困难。晚上找点东西吃，
这次我还认识了来自北京的研究生同学，退休一个人环游世界的北京阿姨等等，大家一起聊天，分享对世界的看法，很开心。小兄弟的旅行会持续到明年1月，后续有机会在大阪还能见到。第二天去机场，不要坐突突车，用这个 InDrive，5万基普就能叫到轿车接送，因为离机场很近。这段路况也不错。这就是琅勃拉邦的机场，外观有点特别，这可能是我见过最小的国际机场，但是里面人也很少，都是外国游客。老挝人出一趟国不容易，他们护照的申请都很困难，不仅费用高，还层层审核。从未出过国或者25岁以下的单身女士，通常很难获得批准，所以绝大多数老挝人终身都没出过国。这次我返回深圳也有些麻烦，没有直达，需要先飞到泰国，再凭联程机票免入境中转，费时7个小时，已经是最快的方式。以上就是我对老挝的探索，我是维森，下一站韩国。Okay, thanks for the water.